这一屉子是2000枚，一锅是1万枚蛋。我们家鸭蛋已经干了20年了，到我这儿已经第4代了。像我身后这鸭蛋50万个吧，像我们家这样的库房，20个。咱这一屉子就是5斤，一锅呢20斤。这个茶叶啊，就跟人一样，它俩得对眼儿。这个呢，它俩得对味儿。我们是用的是中国4大名鸭之一微山湖马鸭，因为这个鸭子是在湖边长大的，下的鸭蛋呢，它这个鸭蛋是呈红色，腌制出来以后啊，容易起沙流油，口感更好。这是不是有点脏啊？这是在湖边上散养的鸭子，它就是容易出现这种状况。但是我们腌制过程中要把脏蛋、粪蛋、不合格的蛋全部要挑选出来。咱这个精盐还是海盐？精盐。咋不用海盐呢？海盐那个含钠太高了，腌出的那个咸盐蛋齁咸的，根本不能吃。我们用的这个食用盐就是我们家庭平时做饭炒菜用的盐。不行，我尝尝你，是吧？甜不甜？不甜，就是咸。这个哪里的土？这是西安的红土，本地的不能用吗？本地不能用，西安的红土它灰很少，它腌出来那个咸盐蛋去腥。这个土贵不贵？这个土不是多少钱的问题啊，光运费就2000块钱一吨拉回来的。这个什么呀？这是芝麻酱，必须得用芝麻酱腌出来，它的口感更香更入味，知道不？你这芝麻酱怎么还有水呢？那是油呀，麻油啊！你不信，你看我尝一下，你看，这也能吃啊？你不信，要不你尝一口？我们这一桶成本就2000块钱，一点闹钟也不用，全部用的好东西。我们腌出的鸭蛋一个蛋黄，你用10个大闸蟹给我换，我都不给你换。这就是我们全自动滚蛋机，我们1个小时滚蛋能滚3万枚。我们如果是盐水腌制的鸭蛋，它是源源不断的进盐；但是红泥腌制的鸭蛋呢，它表面就这一层盐，就定量的盐，把这盐吸收完以后，它再没有盐进入，你再腌100天也不会咸，因为它吸收的盐表面上没有盐了，就这么多的盐。跟大家讲，我们家鸭蛋会呼吸。其实不光我们家鸭蛋会呼吸，全世界鸭蛋都会呼吸。你看，把多余的盐分都给吸出来了。所以啊，咱们家鸭蛋松沙流油，还不那么咸。这是我们腌制45天的咸鸭蛋，已经腌制成熟成固体了。如果腌制不成熟是液体，已经达到起沙的状态了。我们这道流水线看似简单，其实很简单，是经过16道毛刷进行清洗，就是不停的洗，1小时能洗3万枚。这一步是我们的光检，主要是把破蛋、脏蛋、不合格蛋挑选出来。咱这又不是茶叶蛋，为什么要放茶叶？我们微山湖的鸭蛋就爱喝武夷山大红袍。咱们这个是120度烤4个小时，什么烤呀？水蒸气烤。水蒸气能达到120度。看，这是一个大型高压锅呀，你们家高压锅也能到120度，只是不敢用手摸罢了。松沙含油，哎呦，这个是流油状态啊！哇，这就是随便取的哈，个个都是这样。有的是含油，有的是流油。流油的话，它就稍稍咸一点；含油的话，就是那个口味稍微淡一点。这种含油的哈，它这个蛋黄都已经达到了很干、很绵密的那种状态。如果大家想要这种流油状态好一点，就放到温水里边泡一下。因人而异啊，有的喜欢含油，有的喜欢流油。它这个蛋清的话，你说它不咸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它相比以前的咸鸭蛋来说，要口味稍微淡一点，而且有那种淡淡的茶香味和焦香味。